宽这就开始给瑞宝、辉宝做独立的思想工作了。不过辉宝一听到要给自己断奶，就立马不开心了。辉宝感觉自己听到了不干净的东西。辉宝用眼神示意永宽，让永宽听听这说的是熊爱听的话吗？自己可是要每天都吃盆盆奶的。为了缓解辉宝的焦虑，永宽立马跟辉宝讲道：“不会的，不会的。” 아니야, 안 그렇게 안 돼. 당신은 그게 안 그렇게 알았어. 먹어. 진짜군이야. 不过永宽一直在有意无意的透露着姐妹俩一人一个房间会更舒服。永宽这小心思，瑞宝、辉宝可能不明白，但被姨姨们看得透透的。第二天早上出门，瑞宝又不想出门，永宽跑来跟乐宝求助，让乐宝用熊语帮忙喊瑞宝出来。러브지, 딸내미가 집순이 딸내미가 하나 안 나오고 있어. 좀 도와줄래? 永宽教乐宝说熊语，喊瑞宝出来。빨리 나. 얘기해주면 안 돼? 永宽这熊语比乐宝说的还标准。乐宝表示永宽完全可以自己去喊了。而一会儿收熊回室内园区时，永宽又遇到了难题。辉宝的心眼长得太快，都给宋3岁，都快衬托成傻子了。以后宋3岁改叫宋1岁算了，原因是因为宋3岁想拿着小苹果等瑞宝出来，宋3岁还拿着小苹果跑呢，想跟辉宝玩追逐游戏呢。辉宝却只是转头看了一眼宋3岁，又转头跑进了通道里，像是在说你自己跑吧，我走了。宋3岁再一次被瑞宝这清晰的思路给打败。张爱宝正在园区吃早饭，瑞宝、辉宝正在园区各自玩耍着。爱宝吃饱后去到饮水盆前喝水，辉宝则又爬上了福宝姐姐上树用的独木桥。爱宝早饭过后回家休息，江爷爷这时来到园区替爱宝带娃。江爷爷站在滑梯上逗瑞宝玩滑梯，江爷爷率先滑了下去，让瑞宝跟上自己。瑞宝连跑带滑的溜了下来，接着江爷爷2个小碎步又跑了上去。瑞宝现在腿稍微有点短，半天跟不上爷爷的步伐，但瑞宝想和爷爷一样反向爬滑梯。瑞宝想直接从滑梯的中间爬上去，瑞宝一顿折腾还真的成功了。聪明的瑞宝小手一边抓着滑梯一旁小腿努力的往上攀登。就在瑞宝马上成功登顶时，江爷爷伸出了罪恶的小手给瑞宝又推了下去。江爷爷什么时候跟宋3岁一样了？指定是宋3岁带的。滑下去的瑞宝不再从小滑梯上往上爬，而是改道爬到了小木床上。等瑞宝来到小木床上后，江爷爷又下去了。瑞宝被爷爷逗得气喘吁吁的，走路都不稳了。一会儿，瑞宝和辉宝开始一起在江爷爷身边环绕。辉宝给爷爷撵到了独木桥上，瑞宝看到后立马从滑梯上滑了下来，也过来和爷爷玩。辉宝看到姐姐跟爷爷玩后，高冷的去到了一旁的小亭子上。而江爷爷看到辉宝跑走后，开始在独木桥上呼喊着挥挥挥，再次给辉宝吸引了回来。辉宝通过独木桥走向爷爷。虽然辉宝现在走独木桥还不是很稳，但安全意识很足，每次要摔倒时就立马趴下抱住独木桥。不过也有来不及的时候。而瑞宝自从体验过滑梯的正确打开方式后，似乎喜欢上了玩滑梯的感觉。姐妹俩玩转着园区的各个角落，而此时的爱宝则正在爷爷的通道门口趴着。辉宝在小亭子上面，瑞宝则在小亭子的爬梯上给自己摔来摔去。瑞宝从爬梯上摔下去后，小表情依旧不失可爱。姐妹俩相互陪伴，互相玩耍着，尽显岁月静好。老宋头又来隔壁的蝴蝶馆串门了。想起上次老宋头来蝴蝶馆为福宝借走的那几只蝴蝶，到现在也没还。逛完蝴蝶馆，老宋头回去的路上又偶遇了几根竹子。这大竹子，老宋头怎么能忍住不拿呢？直接拿来工具，3两下全部都给其裁剪了，带回了宝家。乐宝吃大的，瑞宝、辉宝吃小的。除此之外，老宋头这周还发了自己赌辉宝小瀑布的群棍，这要是让辉宝看了，不得打死老宋头。老宋头除了用木头进行添堵在外围，还又用石头进行了2层，之后又进行了第3层的冰雪覆盖。不过老宋头之所以覆盖上冰雪，是为了让瑞宝、辉宝玩冰雪滑滑梯的。老宋头还特意示范了一下，果然还是宋3岁最会玩。瑞宝、辉宝要明白宋3岁的心思。宋3岁玩得越来越上瘾，一连滑了好几次。第二天，宋3岁就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瑞宝、辉宝。不过瑞宝、辉宝此时一心都在宋3岁手上的小零食上。宋3岁一边投喂小零食，一边训练姐妹俩用体检台。辉宝现在用的是炉火纯青了，只是手不够长，而瑞宝这儿直接将头放在了体检台上。瑞宝感觉这样很舒服，而且可以直接吃到小苹果。
瑞宝见宋三岁迟迟不投喂，只好敷衍了一下宋三岁，将手伸了出来。一会儿轮到乐宝体检了，最近乐宝的情况有所稳定，体检和吃小零食时都不再那般急躁了。而此时的爱宝早早的就坐在体检台前等奶爸了。而爱宝的体检也是最快速，让宋三岁最轻松。爱宝是宝家最让饲养员省心的，在爷爷们心中，爱宝就是大熊猫界最完美的熊猫。到下班点，爱宝的状态就和姨姨们一样，老板拖着不给自己下班焦急啊。爱宝这时已经没心情在园区营业工作了，爱宝极力克制着自己内心的焦躁，他在独木桥上让自己再忍耐。这时辉宝走了过来陪爱宝，爱宝立马起身抱住了辉宝，表示还是辉宝好，都懂得陪妈妈。爱宝给辉宝搂进怀里后，一顿爱的贴贴。而此时的瑞宝正在小树上吃竹子，自己一个熊惬意的不得了。一会儿通道门开了，辉宝比妈妈率先看到，但是爱宝先反应过来要回家的。爱宝看到通道门开了，便果断的给辉宝抛弃了，而爷爷也没有给辉宝回去的希望。爱宝走进通道门口后，接着就给门关上了。辉宝看到通道门关上了，也不再着急了，慢慢悠悠的走下小亭子。等辉宝下来时，刚好偶遇了江爷爷来园区。江爷爷来园区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给瑞宝哄下来。江爷爷拿着一根竹子在瑞宝的面前晃了晃，瑞宝伸手接过，但依旧没有想下来的意思。这是江爷爷在跟瑞宝玩欲擒故纵，江爷爷故意表现出对瑞宝下树并不在意的样子。接着江爷爷又和辉宝玩耍了一下，便走回了办公室。辉宝这里心领神会，向通道门口走去。当走到通道门口时，江爷爷这时也刚好给通道门打开了，园区就只剩瑞宝和乐宝了。瑞宝这里只是不想回家，但乐宝这里事儿就大了。乐宝不仅不回家，又在园区打上野了。一到冬天，乐宝的口味就会变挑剔，冬天竹子的口感会有所下降，这是一方面。第二就是园区现采摘的是经过乐宝自己严格挑选的，所以会更加可口。江爷爷从瑞宝这里离开，转头来到乐宝这里，哄乐宝吃完竹子后就基本回家。盛熙阿姨招呼辉宝从架子上下来，辉宝心想，这是要给自己喂小零食吗？辉宝高兴坏了，但他看了看盛熙阿姨的手中，发现并没有小零食。辉宝知道盛熙阿姨的小零食都会放在口袋里，便又往盛熙阿姨的口袋里钻，想要找到自己心心念念的小零食。但刚才姨母已经全将小零食喂完了，此时姨母这里两手空空了。但辉宝仍是不信，辉宝抱住了姨母的大腿，直接撒娇不起来了，妥妥是个耍赖的小宝宝。姨母的心也彻底被辉宝这一动作拿捏了。姨母走回去给辉宝拿小零食。时间过得很快，瑞宝、辉宝该下班了。然而明明已经到了下班时间，瑞宝和辉宝却还在爬架上挂着睡觉，不肯挪动一步。老宋头叫了好几遍，瑞宝和辉宝跟没听到一样。老宋头都着急了。老宋头走进园区，随手掰断了一根竹子，然后在竹子上插了一块小零食，还特地让辉宝闻了闻，随后便放在了小木床上。这是老宋头常用的欲擒故纵手法。老宋头招呼着瑞宝和辉宝从爬架上下来，不过瑞宝依然懒洋洋的不肯动，只是抬了抬手回应老宋头。瑞宝总是沉稳的不像是个孩子，另一边的辉宝就没这么沉稳了，他急着爬下来。辉宝用他那小短豆腿丈量着自己与脚下着力点的距离，试了试发现简直是差之千里。辉宝整个身子向下出溜了一下才踩到着力点。辉宝说什么都要吃到小床上的小零食。辉宝费了半天功夫可算是下来了，看样子零食已经是辉宝的囊中之物了，但这一切都在老宋头的计划之内。